姐姐是离经叛道的穿越女，她不知道，我亦是。她8岁吟诗经翰林，12岁马场赛马夺得头筹，17岁拒了首府嫡子的求亲，扬言要一生一世一双人。满京城都说她疯了，唯有我知道，她和我一样是个穿越女。长姐沈昭出嫁那日，10里红妆铺满圣经。阿韵，你信我，我定替你挑个比谢公子更好的郎君。我低头抿唇，掩住眼底讥诮。3年前我穿成沈家庶女时，便发现这位嫡姐言行古怪。她教丫鬟学算术，逼账房用阿拉伯数字，甚至撺掇父亲见女学。直到她醉酒后嘟囔996福报，我才确认她是穿越者。她将我的庚帖递给宋家。阿韵，我挑遍了京城的男子，宋小侯爷身边连个通房都没有，最是干净。他是我为你精挑细选的夫君，和他在一起，你一定会幸福的。我听了阿姐的话，嫁给了宋明轩，我们相敬如宾，京城无人不说宋小侯爷对我一往情深。阿韵，我此生只你一人。可成婚1年，我偶然救下醉香楼里的一位姑娘，她告诉我，宋明轩在醉香楼养了一个外室，已有3年，说他每月初7雷打不电要来，那孩子眉眼与他一个模子刻的。初7夜雨骤急，我撑了一把油纸伞，便匆匆赶去醉香楼。娇娇，你看这字爹爹笨，要这般写。画3个小人手牵手。好，都听宝儿的，明日就带你们去西郊别院画全家福。原来他每月告假去军营巡防的日子，都在西郊别院与外史娇妻演着举案齐眉的戏码。我失魂落魄的回府，浑身湿透也浑然不觉。宋明轩回府，看我魂不守舍的模样，拿帕子擦我淋湿的头发，语气温柔：怎么淋成这样？若是染了风寒可怎么办？染了风寒又如何？你巴不得我早些病死？夫人这是何意？宋明轩，你何时有了一个3岁的孩子？宋明轩，你何时有了一个3岁的孩子？阿韵，你听我说，16岁那夜我吃醉了酒，于是醉了3、4年，醉到连孩子都会喊爹了。宋明轩，我嫌脏，雨还在下，我一气之下回去找了阿姐。二姑娘，先喝口姜汤。宋明轩说要接那对母子进府，你应了。我说要和离。3年前我拒婚首府嫡子，礼部尚书参我的折子能铺满京城。你猜父亲说什么？他说沈家女儿宁折不弯。阿韵，让我进去说句话可好？更深露重，小侯爷请回吧。阿姐，我与阿韵终究是夫妻，你这般拦着。夫妻？你与阿韵合金酒才喝了多久？现在就惦记着往房里塞人了？稚子无辜，娇娇也是可怜人，阿韵素来心善。好个心善！我且问你，若今日是阿韵在外养个私生子，你可愿将那野种抱来当嫡子养？若今日是阿韵在外养个私生子，你可愿将那野种抱来当嫡子养？这如何能相提并论？怎么不能？就因我是女子，便活该咽下这口血痰。宋明轩，你当年在太学写的《平妻妾论》里说，嫡庶不分则家国不宁，如今倒要亲自乱了这嫡庶。阿韵，我知你委屈，可宝儿已经会被签字文了，她总该有个名分。名分？你求娶我时怎么不提这名分？宋家祠堂里供着的婚书墨迹未干，你倒要教我们沈家女儿学那庙里的菩萨，泥塑金冰，任人摆布。夫人，千错万错都是妾身的错，可宝儿前日发热，梦里都喊着爹爹。你怀孕了？3个月前才诊出的。宋明轩，你不是说是你年少不懂事才和柳娇娇有了孩子吗？如今她肚子里的孩子又是哪里来的？阿韵，你向来最明事理，娇娇这胎若还是男孩，便记在你名下。我不需要你和外面女人的孩子认我当母亲。坏女人，你欺负娘亲！宋明轩，带着你的娇娇和宝儿从侧门滚出去，再不走，我就把你们的故事编成话本子，让全京城的茶楼日日传唱。夫人，柳姑娘跪在大门口磕头，青石板上全是血印子，可侯爷他……身孕，娇娇怀着3个月身孕，你竟让她跪在寒笼里！侯爷这话可笑，我昨夜将你们赶出府时说过什么？谁会晓得他柳娇娇会跪在沈府门口？你何时变得这般刻薄？
你当初在护国寺给乞丐施粥的慈悲心呢？给流民赠药的仁善呢？是我太仁慈了，所以才让柳娇娇骑在了我头上。宝儿别怕，娘亲给你讨个公道。3岁之儿做错了什么要受这等折辱？沈韵，你若是恨我，便冲我来！我被他拽得钗环散落，在游廊拐角傍见匆匆赶来的沈昭，他将我护在身后。小侯爷是要当街殴打正妻。阿姐来的正好，看看你们沈家教出来的好女儿，连未出世的孩子都要残害。这话该我问小侯爷，当年教礼记时没告诉小侯爷修身齐家的道理。宠妾灭妻的脏水泼到嫡妻头上，宋家的脸面倒是比城墙厚。快看呐，侯夫人虐待外室了，造孽哟！正房夫人下手这般狠。春桃，开正门。柳姑娘这伤瞧着新鲜，可要请太医验验是鞭伤还是胭脂化的，或者我让丫鬟扒了你这身衣裳，看看侯爷的牙印在哪儿。坏女人，不许欺负我娘！宝儿乖，你娘没教过你，冲撞诰命夫人是要割舌头的。沈昭，大姑娘何必苦苦相逼？您府上那位御姨娘，不也仗着谢将军宠爱？谢将军上月纳的第5房妾臣，听说连中卫钥匙都抢了去。不过夫人放心，我若入侯府，一定好好侍奉您和侯爷，不会像御姨娘那般做出任何热倦月之事。一个娼妓也配议论谢府家事？娼妓？将军夫人可知谢将军此刻在哪？在城南别院抱着御姨娘听琵琶呢。您那一生一世一双人的笑话，满京城谁不当茶余饭后的谈词？3日之后接夫人回家。闹剧之后，宋明轩留下一句话，便揽着柳娇娇离开。沈昭回了谢府，我总担心他听了柳娇娇的话心情抑郁，便寻了个日子去看他。万万没想到，他竟有了自尽的念头，所幸被我及时发现，将他救下。今日若不是我来探望阿姐，阿姐当真要为了个负心汉舍了性命。阿姐，你怎么能干自尽这种傻事？你知道御姨娘昨日做了什么？她将谢瑜送我的镯子摔碎，说是要腾库房装她的赎锦。那便摔回去。我们见识过天地辽阔，又怎能被他们欺负了去？阿玉，你竟也是！阿玉，你竟也是！阿玉，跟我回家。夫人莫怪，侯爷这些日子茶饭不思，妾身看着都心疼。前日大夫说这胎象极稳，定能替侯爷开枝散叶。滚出去！阿玉，我知你气性大，可娇娇如今怀着宋家骨肉，与我何干？侯爷莫不是忘了和离书还压在我庄匣里？都是妾身不好，若夫人实在容不下，那便带着你的野种跳井，正好让全京城瞧瞧忠永侯府是如何宠妾灭妻的。如今江南水患，陛下正心情烦闷，若是知道侯府闹出这事，只怕会怪罪我治家不严。阿玉，你当真要在这节骨眼上和离？我同你回去。穿越前，我是水利工程师，宋明轩肯定不会想到，解决江南水患之日，便是我们和离之时。若按陈父的法子，3月内可退红，5年内再无决堤之患。若按陈父的法子，3月内可退红，5年内再无决堤之患。宋夫人好大的口气！陛下可曾见过蚁穴？工部年年修补的不过是溃烂的窗口，真正的病灶在这里。河床已高出城外官道3尺。我展开河道图，指尖点在标注红圈的位置，朱笔悬在奏章上方，迟迟未落。妇人之言岂能当真？陛下，臣愿亲赴江南。沈氏，我只问你，
若败当如何？若败，民妇愿以死谢罪。准了。圣旨砸进侯府那日，柳娇娇正扶着腰在廊下喂锦鲤，她指尖故意抚过威龙的小腹。夫人整日往工部跑，知道的说是治水，不知道的还当是私会。柳姑娘既知我是朝廷钦点的治水使，就该明白污蔑朝廷命官是什么罪过。侯爷来得正好，您的外室方才说工部尚书与我暗通起去。娇娇断不会如此放肆。我懒得多言，回房换了衣服，进宫领赏。宋明轩的马车坠在我轿后3丈，像是甩不掉的阴魂。我掀开轿帘一角，正对上他撩看车甚的殷切目光。夫人此次治水有功，连陛下都赞我侯府贤内助。待回府后，侯爷该去醉香楼说这些提己话。我知你怨我，可你当真要当着陛下的面？侯爷慎言，御前失仪可是要掉脑袋的。沈氏，说说想要什么赏赐？能为君分饰臣等。朕在问沈氏。民妇求陛下赐和离书。不可，夫人说笑。侯爷与外室育有2子，民妇不堪受辱，求陛下成全。阿韵，那些混账话怎能当真？娇娇不过是每月初7雷打不电伺候侯爷，还是说侯爷要请太医来验柳姑娘腹中胎儿？宋清，你去年中秋地的折子说妻贤妾恭，家宅和睦。臣陛下，民妇愿以血为契，此生与忠永侯府再无瓜葛。我拔下金簪划破指尖。你说过结发为夫妻，你说过要与我白首。侯爷自重，你搂着柳娇娇教家字怎么写时，可曾想过结发2字？那不过是逢场作戏。柳娇娇连你的头发丝都比不上，你怎么就不明白？柳娇娇连你的头发丝都比不上，你怎么就不明白？我明白，明白侯爷在太学背的大道理都喂了狗，明白您说一生一世一双人时早有了外室，更明白您此刻拦我是怕明日御史台参你宠妾灭妻的折子。我掰开他痉挛的手，宋明轩像被抽了几两骨般瘫坐在地。我突然瞥见他腰间挂着去年七夕我绣的香囊，鸳鸯胶绳的丝线被磨出了毛边。阿玉，我们回家好不好？我把娇娇送走，宝儿过继给旁支，然后等着第4个、第5个柳娇娇。侯爷，我嫌脏。陛下，臣与夫人只是口角。宋明轩，你教你的宝儿写家字那夜，可知我的心里是何滋味？从今往后，你的全家福爱化几个小儿都与我无关。阿玉，你从前不是这样的。侯爷错了，我从来都是这样，只是你从未看清。夫人莫要赌气，你闹这些不就是为了让我回心转意？我明日就把娇娇送到庄子上。然后呢？等她生下孩子再抱回来记在我名下，就像你当年承诺此生不纳妾那样。皇上见笑了，他素来大度，岂会容不下个把孩子？沈氏，你要的赏赐，朕允了。夜风卷着和离书掠过重檐，我望着朱墙上晃动的树影，突然想起穿越那日沈昭在祠堂说的话。这世道容不得女子清醒，那我们便做最锋利的刀。我搬进城南小院的第3日，宋明轩踩着露水来了。阿韵，你院里的桂花香和侯府一样。侯爷该去醉香楼闻纸粉香。昨日宝儿高热惊厥，嘴里喊着娘亲。阿韵，她定是想你了。侯爷糊涂了，柳姑娘才是宝儿的娘。可你说过要教我扎风筝，去年生辰你说要给我又绣22生肖香囊，你说……我说过的话多了，还说此生不二色呢。侯爷怎么单捡好听的记？阿韵，这是你最爱吃的。侯爷，我早就不爱吃这些了。柳娇娇找上门那日，我正在誊抄治水札记。夫人如今倒是清闲，侯爷夜夜醉酒唤你的名字，您可满意了？柳姑娘该唤我沈姑娘。装什么清高？你既不要他了，为何还勾着他的魂？你知道他昨夜掐着我脖子喊什么？你知道他昨夜掐着我脖子喊什么？喊你的名字。所以呢？所以你得死。等你死了，侯爷眼里才能看见我和孩子。
柳姑娘，我现在是圣上钦定的治水使，你可知杀朝廷命官比杀侯夫人严重多了？他突然扯散鬓发，撞向桌角，血顺着额角淌下来。侯爷救我！木门被踹开的瞬间，柳娇娇软绵绵倒进宋明轩怀里。娇娇只是来求姐姐回去，谁知姐姐突然发疯。阿韵，我知你恨我，可娇娇腹中胎儿。侯爷不妨闻闻她袖口的粉末，止血化瘀的好东西。柳姑娘倒是未雨绸缪。娇娇，3日前你给阿韵下毒的事，当真以为我不知？来人，把柳氏送去庄子里。侯爷听我解释，是宝儿说想要爹爹，我才……侯爷这戏唱的精彩，黑脸红脸都让你眼全了。宋明轩，你永远分不清轻重。柳娇娇给我下毒，你装聋作哑，如今演这出深情给谁看？再信我最后一次。都怪你！若不是你勾着侯爷……够了！宋明轩，当年是你说要给我和孩子一个家，用谎言垒的巢，风一吹就散了。宋明轩突然夺门而出，片刻后抱着个陶罐回来，揭开红布，里头是我们大婚时的合金酒坛。阿韵，你看，泥封都没破，我们重新喝交杯酒，当一切没发生过。我举起陶罐摔在地上，酒液渗进青砖缝里。侯爷可听说过一句话，迟来的真心比草贱。能变好的，阿韵，能变好的。破镜重圆是痴人说梦，侯爷该醒了。与此同时，沈昭将火脖子丢进谢家祠堂时，我正在院中晾晒女学图纸。阿姐真要烧谢家100年基业，100年基业与我何干？世俗礼教困住我半生，今日我便挣脱束缚，迎来新生。你太过任性！我谢家乃是传承100年的名门世家。谢将军不妨留心，你这场火势怕是会蔓延到玉姨娘的居所院落。我什么？从今往后，你那80房妾室也好，养100个私生子也罢，都与我沈昭无关。从今往后，你那80房妾室也好，养100个私生子也罢，都与我沈昭无关。女学开课的那天，我烧了所有女戒。今日开新课，我们教星象，教治水，教你们看看这个世界是何模样。阿韵，你宁可教这些贱民识字，也不愿回侯府。侯爷口中的贱民，3日前救了工部侍郎落水的嫡女。若我辞官陪你办学，然后让柳娇娇扮作厨娘混进来。宋明轩，你连治水账目都算不明白，能教他们什么3妻4妾的学问？你会后悔的。我望着他仓皇背影，想起3日前御史台的密报。江南修堤的银两，到底进了谁的口袋？宋明轩贬去漠北的折子，镇压了3个月。爱卿觉得该不该罚？陛下早查清了河沙掺假的事，何必等我开口？若朕说等你一句该杀呢？陛下是明君，自会以法度行事。沈韵，你以为朕为何留你到宵禁？御史台的那些人说女子参政必乱朝纲，那些的大人可说过新献词？当年他们骂阿姐离经叛道，用的也是这若朕许你入宫，陛下，臣女只求能堂堂正正走进工部衙门。陛下可曾见过黄河决堤时，妇人用门板托起婴儿？他们不懂水晶柱，却能凭本能求生。你想说本能比学问重要？臣女想说，若女子能读书明理，本能便可化为治世良策。陛下今日留我，不正是为这个？沈韵，你比太傅还敢说。因为臣女无所求，不求荣华，不求权势，只求陛下允我办学堂时少派些禁军盯梢。你早发现了？第3日便发现了，他们总踩坏我院中草药，下次不妨换双软底鞋。罢了，明日早朝，朕替你剜了这腐肉。宋明轩离京那日，柳娇娇抱着树子拦在官道。侯爷带我走，侯爷摸摸宝儿的手，侯爷摸摸宝儿的手，凉得跟冰坨子似的。昨儿夜里哭着要爹爹，嗓子都好哑了。俸禄折半，养不起闲人。柳姑娘不如回醉香楼重操旧业。当年是你说要给我赎身，说宝儿能当正经少爷，现在装什么清高？你搂着我教家字怎么写的时候，娼妓就是娼妓，演3年良家妇也改不了骨子里的脏。是，我是娼妓，侯爷又是什么？上个月在庄子里发酒疯，咬着我这儿喊阿韵的是谁？再敢提这个名字，我就把宝儿扔进护城河。扔啊！横竖是你宋家的种，你当你的阿韵还会心疼？滚！再让我看见你，
就把宝儿卖给人牙子。马车驶过女学堂时，宋明轩忽然探出头，嘶声喊着什么，我听清了。阿韵，我知道错了，可惜太迟了。皇帝第3次宣我进宫时，沈昭正在院中教女学生打绳结。陛下怕是看上你了，昨日赏的东珠够买下半条朱雀街。阿姐，别瞎说。那方才进宫，皇帝为何又留你2个时辰，讨论黄河改道？我要的是自由，不是另一座金笼子。阿韵，我们真能改变这世道吗？人类祖先发现钻木取火时，可曾想过有朝一日会有人造出核电站？我握住他结痂的手腕，我们不是来适应这个时代的，阿姐，我们是来点燃火种的。我那句点燃火种，不仅烧热了沈昭的心，也彻底惹怒了京城的老学究。女学开办的第2个月，以太傅林清渊为首的太学儒生浩浩荡荡地堵在了学堂门口。初秋的清晨，我正拿着自制的3角板，在黑板上教姑娘们画几何图。辟积司臣，国之将亡。沈氏，你这妖女在此聚众蛊惑人心，老夫今日拼了这条命，也要替大萧朝砸了你这淫窝！女子无才便是德，你们这些抛头露面的荡妇，日后哪家正经公子敢娶？太傅大人好大的威风，只是我这学堂挂的是陛下御赐的明理阁牌。太傅说这里是淫窝，莫不是在骂陛下昏庸？休要拿陛下压老夫，陛下是被你这狐媚儿迷了心窍。你教女子什么算术星象，简直是滑天下之大好。女子天职便是相夫教子。太傅既然说相夫教子是天职，那我倒要请教。去年江南大水，恶殍遍且，太傅在太学里念了3天3夜的《道德经》，可曾变出半粒粮食？可曾退下半寸洪水？那乃是天灾，是上天警示之。放屁！洪水不退，是因为河床淤积，百姓饿死，是因为粮道不通。太傅口中的荡妇们，昨日刚算出云水灌溉的最佳坡度，能让城郊100亩荒田变良田。太傅大人口中的正经公子们，除了会在这里欺负一群手无寸铁的姑娘，可敢下泥地去挖一条沟渠。我逼近半步，眼神扫过那些面带愧色的年轻学子，你们读圣贤书，读的是天下大同，不是如何把刀尖对准女人。若大萧的江山要靠捂住女子的眼睛，打断女子的脊梁来维系，那这江山不要也罢。反了，反了！大逆不道！老夫今日就要撞死在这珠子上，以死明志！太傅这把老骨头，若是会撞坏了沈人的柱子，朕可赔不起。陛下，沈氏口出狂言，要颠覆纲常啊！朕听着沈大人的话，字字诛心。来人，太傅年事已高，不宜再受风寒，护送太傅回府，禁足3月，静思子过。这江山不要也罢。沈月，满朝文武，也就你敢当着朕的面说这种大逆不道的话。臣女惶恐，但臣女知道，陛下并非昏君。你总是这般理智，理智到让朕觉得，无论朕给你什么，你都不稀罕。萧逸转身，一步步向我走来，他身上的龙线香将我包裹，那是属于帝王的压迫感。阿玉，这朝堂的水太浑了，你若只做个治水使，林清渊那些人迟早会用唾沫星子淹死。若朕给你一个无人感激的名分，做朕的皇后，朕许你插手六部，许你看着天下，甚至这学堂，你想开遍九州，朕都依你。宋明轩求娶我时也说那是无人敢欺的正妻名分，不要把朕跟那个蠢货相提并论。本质是一样的。陛下，您给的皇后之位是困住鹰的笼子，即便笼子是纯金打造，即便您允许我在笼子里扑腾，可笼子的钥匙终究在您手里。你就这么不信朕？我只信握在自己手里的刀。陛下，臣女要的不是见您的光，而是与您同在烈日下发光。若陛下真想护我，
便赐臣女从四品工部侍郎之职。臣女明日便启程去黄河大坝，亲手治水。好一个沈韵！黄河之水凶险万分，你既要去，朕便赐你尚方宝剑。若治不好，朕定斩不饶；若治好了，朕便在这朝堂之上，为你堂堂正正劈开一条女人走的路。臣遵旨。我前往黄河夫人的前夜，沈昭也正在打包行囊。谢家的那把火，把它烧得干干净净。你往北去治水，我往西去边关。边关苦寒，还常有鞑人袭扰。阿姐去那儿做什么？我核对过兵部近3年的账目，前线将士冬衣掺甲，粮草10天能被扣3体。我要去打通一条商贸线，把我们在京城的丝绸茶叶卖给西域，换成最劣的好马和铁器卖给军队。阿姐拍了拍腰间的算盘，笑得张扬恣意。大萧的男人护不住边疆，我就去替他们补上这窟窿。阿姐包下醉仙楼，将提纯香油与极品蜀锦高价倾销给世家贵妇。短短半月，狂揽8万两白银，重金招揽500死士护卫。半月后，漫天黄沙的雁门关，沈昭的车队刚到关外，便遭遇了流寇的埋伏。就在护卫节节败退时，一队重甲骑兵如同黑色闪电般从沙丘后杀出。为首的男人身披铠甲，手持一杆凌厉的红缨长枪。哪来的娇滴滴的小娘子，敢带着3000石粮草往死人堆里闯？不想活了！沈昭不仅没躲，反而一把掀开车帘，目光直勾勾地打量着眼前的男人。这便是传闻中令敌人闻风丧胆，却令朝廷头疼不已的刺头将军顾长风。若是连几条野狗都怕，我沈昭还做什么买卖？顾将军，这3000石粮草加上500件软糜冬衣，换你护我商队过衙吏关。沈昭，京城那个一把火烧了夫家祠堂的疯女人，正是本姑娘。顾长风突然仰天大笑，收回长枪，翻身下马。他大步走到马车前，一把抓住沈昭的手腕，将他拉下马车。京城那些软骨头没福气，这买卖老子做了。不过500件冬衣不够，老子的兵有3万，你这点东西塞牙缝里。那就看顾将军能给我开出什么行商特权了。只要路通，别说3万，10万我也给你供上。沙卷起2人的衣摆，沈昭不知道这个痞气十足的战神，日后会成为他商业帝国最坚实的杜盾。而我此刻站在黄河决堤的泥潭里，望着汹涌的泥水。我离京的第2个月，黄河连降暴雨，水位暴涨，而远在京城的萧绎日子同样不好过。林太傅虽然被禁足，但他背后的世家大族却联手太后，以前线水怀天怒人怨为由，逼迫皇帝广纳后宫绵延子嗣。皇帝，你登基3年，后宫空虚，如今连林太傅都被你伐了，满朝文武人心惶惶。这15位世家嫡女，你今日必须挑几个入宫，尤其是林太傅的孙女林婉儿，当立为贵妃，以安抚朝臣。母后，黄河水患未平，百姓流离失所，朕此时选秀，岂不让天下人戳着脊梁骨骂？正因水患未平，才更要后宫和睦，好叫前朝安心。皇帝，你若是还惦记着那个抛头露面二婚弃妇是沈氏，哀家宁可一头撞在前帝牌位前。母后息怒，儿子岂会为了一个治水的官员忤逆母后？既然母后和众爱卿都觉得选秀能平天怒，那便选了。当真？自然当真。不过，既然是为了给大萧祈福，这些世家也该拿出些诚意。凡入选贵妃者，家族需捐银10万两充实国库；入选妃位者，捐银5万两。这笔银子就叫赈灾聘礼。你哪有皇家选秀还要臣子出钱的道理？母后此言差矣，他们不是说水患是天怒吗？拿钱赈灾，难道不比送几个女人进宫更能感动上苍？不愿出钱的，便是不忠不孝。其女如何配主后宫？此事就交由户部去办。萧绎拂袖而去，留下目瞪口呆的太后。不到3日，京城那些原本叫嚣着要送女儿进宫争宠的世家大族，生生被皇帝敲骨稀碎般刮走了200万两白银。凌风传信回来说，阿运在前线缺钱买生铁。回陛下，沈大人连自己的嫁妆都贴进去了，把这200万两一分不少，连夜给朕押送到黄河大营，就说是朕不，就说是满朝文武给沈大人凑的辛苦费。钱大人，工部拨下的100万两修堤银，为何买来的石头全是风化的翠石？这防水的糯米砂浆里，为何掺了80%的黄泥？哎呦，沈大人，这兵荒马乱的，物价飞涨，能买到这些料已是不易了。您一个深闺妇人，
哪里懂得这攻城里的门道？听下官一句劝，这堤坝今夜必决，咱们还是早些撤回城里，写封请罪折子，说是天灾不可抗力便罢了。决堤，前世海，下游是3个县的百姓，10万条苍生性命，岂能不顾？寻常乡民不过俗世凡人，何必为此执意执拗？沈姑娘若执意守在此地，夜里河水汹涌，多有凶险，终究是自身安危难以保全。前海身后数十名官差，皆伸手扶在腰间刀柄之上，蓦然分立在我的四周。这不仅是阻挠，这是要借着天灾将我暗杀。我抹了一把脸上的雨水，突然惊笑了一声。穿越前我是顶尖的工程爆破专家，跟我玩这套。钱大人说的对，今夜这堤坝挡不住，所以我根本没打算死守。算你识相。林峰，属下在。点火把，发信号，通知上游落雁峡的人引爆。点火把，发信号，通知上游落雁峡的人引爆。你干了什么？你引了天雷！没文化真可怕，那是黑火药。我早算过了，死守就堤必败。落雁峡侧面有个废弃的泄洪道，只因被一座时间奶药炸平了那座时运。现在黄河的洪峰已经改道，乖乖流进西边的荒漠去了。你这妖女！来人，她炸毁山峦，触怒龙脉，给本官就地正法！我眨眼间，冲在最前面的几个衙役便纷纷倒地。皇帝派给我的贴身暗卫，岂是这些寻常差役能抵挡的？拿下！沈运，我是朝廷命官，你无权动我。我恩师是林太傅，你敢动我，太傅和百官绝不会放过你。是吗？尚方宝剑在此，如朕亲临。黄河到晚前世海，贪污修堤库银100万两，致使堤坝损毁，意图谋杀朝廷钦差，罪无可恕。不，你不敢，你一个女人！我不仅敢，我还要用你的罪过，祭奠这黄河两岸因你们这些贪官而死的亡魂，借你项上人头一用。从现在起，黄河沿线所有工程由我沈运全权接管，谁再敢贪墨为职、敷衍公事，便是同样的惩戒下场。即刻起身，各司其职，加固堤坝。当我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营帐时，桌上放着一只沉甸甸的红木箱子，还有一封明黄色的密信。林峰低声禀报，说是京城800里加急送来的。我打开箱子，里面全是面值万两的银票，足足200万两。太傅催朕纳妃，朕便顺水推舟，拔了他们200万两的羊毛。这笔钱算作朕入股你黄河工程的本金。顺便，前世海的人头砍得漂亮，朕在警扫清后方，你在前线放手去干。5年。我看着那封信，冷厉了几十天的嘴角不仗义并不效益。穿越过来这么久，无论是自私伪善的宋明轩，还是迂腐刻薄的满朝文武，都告诉我女子本弱，只能依附。只有萧逸，他给了我一把剑，对我说：“你去飞，我都抵。”我提笔蘸墨，他给了我一把剑，对我说：“你去飞，我都抵。”我提笔蘸墨，在回信上只写了一个大字：准。这不仅是对他这笔资金的回复，更是对他这份势均力敌的情感的接纳。就在黄河水先彻底平息，我准备班师回朝之时，边关却传来了加急的烽火军报。阿姐沈昭的商队在嘉悦关外被鞑靼主力大军围困，顾长风为了救他，率领3000轻骑深陷重围，粮草断绝，死战不退。而京城兵部竟然以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利为借口，扣押了救援的粮草。兵部那些老糊涂，为了党争，连大萧的国门都不要了吗？大人，你要如何做？陛下此刻在京城，正被群臣用死剑逼迫，无法直接调动西北大营的兵马。来不及等朝廷发兵了，备马。大人要去哪儿？去劫富济贫。前世海滩的那些粮食，就藏在豫州的司库里。黄河的水我能治，边关的火我也能救。阿姐，等我！将军，兵部断了咱们的粮草，将士们已经2天没吃饭了。
属下拼死护送您杀出去，留得青山在。放屁！老子是大萧的屏障，老子退了，身后的百姓怎么办？都怪这个扫把星！若不是为了接应这支商队，将军也不会被困险境，无端引来诸多变数。诸位弟兄，将此人带去盘问约束，暂且稳住当下局面。你再指我一下试试？你们顾将军为了救我陷入绝境，我沈昭承他的情，但我商队的8万两物资也是你们这群人活下去的唯一指望。你这女子，我们将军若是毒发，让开，他死不了。沈老板，男女授受不亲，你扯老子的战甲可是要负责的。闭嘴，省点力气咬住这块木头。赵胡，别愣着，让你的人把商队订来的高度烈酒、松江纸全搬出来，还有那些没用完的菜籽油。搬这些做甚？将士们要饿死了，你拿油酒有何用？做顿送行饭，请外面的鞑靼人吃烤肉。城门外，鞑靼首领举起弯刀，准备发起最后一次冲锋。他们知道城内箭矢已无，冷笑着逼近。沈昭，你到底是什么人？教你们打降维战的人。沈昭点燃陶罐口的布条，用尽全力朝着城下密集的人群砸去。我的娘啊，这简直是天火！将军，这娘们儿，这沈老板是个活神仙啊！别他娘的废话，随老子冲杀！尽管火攻拖延了时间，但敌我人数悬殊太大。半个时辰后，城门发出不堪重负的嘎吱声，即将被攻破。沈昭，老子这辈子没服过谁，除了当今圣上，你是第二个。城破了，老子拖住他们，你骑我的乌金马往南跑，别回头。放屁！本姑娘不做亏本买卖，我砸了8万两白银的物资进去，还没看到回头钱，谁敢死？就在城门被撞开的千钧一发之际，远处的地平线上突然传来沉闷的巨响。工部钦差沈运在此，奉圣上密旨，押运10万担粮草至边关，谁敢动我大萧将士，杀无赦。巨大的弩箭如雨点般倾泻，配合着震天的火气，瞬间将鞑靼人杀得溃不成军。阿姐，阿玉，路上打劫了豫州贪官的几个私仓，不晚。带了多少粮？够顾将军的兵吃半年。顺便，我还带来了最新改良的金刚锻造图纸。兵部不给的东西，我们自己。沈大人，你和你姐姐真他娘的是大萧朝的2个妖孽，老子今天算是开眼了。顾将军客气了。不过，既然我和阿姐救了你的命，那你这3万西北军从今天起就得给我们当靠山了。京城里的老东西们想借刀杀人，陛下让我带话给你，整顿兵马，拿着前世海贪墨的罪证，跟我们一起重回京城，稳朝政，正风气。
宋明轩卷入了林太傅的走私案，侯府被查抄。大牢内，柳娇娇为了保命，竟主动提出要去伺候70岁的林太傅。宋明轩透过生锈的铁窗，亲眼看着昔日视若珍宝的白月光，竟为了攀附权贵，如奴仆般摇尾乞怜。班师回京那日，天下着大雨，宋明轩和柳娇娇作为流放的死囚，带着沉重的木铐。百官贵妇在泥水两侧高呼恭迎沈大人回京。陛下，沈氏姐妹擅调边军，形同谋反。她们一介女流，抛头露面，败坏朝纲。臣恳请陛下使立下捉拿妖女，以正视听。太傅喊得这么大声，是怕自己贪墨军饷的事情被那对妖女抖出来吗？林太夫想捉拿谁，不妨当着我的面再说一次。你竟敢带兵器上朝！来人，护驾！回来了，没受伤吧？劳陛下挂心，不仅没受伤，还给陛下带了一份大礼，带上来。这大半年来，宋明轩被贬去漠北做小吏，却因贪图享乐，卷入了林太傅走私骏马的暗线。如今东窗事发，直接沦为了死囚。陛下饶命！罪臣是受人指使的，罪臣阿玉，不可能！你是个罪妇，你怎会穿官袍？你怎么能站在这里？宋明轩，你连贪污都贪得这么蠢，你的太学策论当真都读进了狗肚子里。沈玉，你这个毒妇，你害得我们好惨啊！侯爷被罢官，宝儿在流放路上病死了，是你克死了我的宝宝。你的野种死了，关我妹妹抵事。这是老天爷开眼，收了你们这对狗男女的作孽钱。宋明轩呆呆地看着我，曾经他以为我离开他会饿死在街头，曾经他笃定我只是用和离来引起他的注意，可现在我站在连他这个世袭侯爷都终其一生无法企及的高度，俯视着他，他眼底的光彻底碎了。阿玉，我后悔了，我真的后悔了。你救救我好不好？看在夫妻一场的份上，拖下去，斩立决。陛下，臣这里有林太傅与前线贪官勾结，克扣军饷，倒卖国库失铁的全部账册，人证物证俱在。臣顾长风附议，老东西断我军粮，害死我3000弟兄。今日若不杀他，臣便带兵屠了太傅府。好好，即刻打入天牢抄没家产，其党羽一并论处。拟旨：林氏一族满门抄斩，涉案官员按律当诛。至于沈氏姐妹，沈昭于边关救国有功，赐一品诰命，封皇商，特许开辟西域商道。顾长风，朕把这西北的财神爷赐给你了，你若敢让他受半点委屈，朕扒了你的皮。嘿嘿，陛下放心，臣的命都是沈老板的，西北军以后全听夫人号令。工部之日水使沈运平黄河救万民，立下不世之功。朕今日要赏你这天下最独一无二的恩。陛下不可啊！莫非陛下真要立一个二婚之妇为后？这有违祖制。谁说朕要立他为后了？传朕旨意，传朕旨意，废除后宫6宫之制，遣散所有宫人。自今日起，大萧不再设皇后，擢升沈运为工部尚书，入阁拜相。她不是朕的后妃，她是与朕共治天下的同袍。朕与她一生一世一双人，
一君一臣，共斩大萧。若有违此事，天地共度。我震惊地看着萧逸，在这个封建王权至上的时代，他居然为了我亲手砸碎了那座名为后宫的金笼子。他给了我最想要的尊重，不是作为他的附庸，而是作为与他比肩的执旗者。疯了，陛下疯了！大萧要亡在女人手里了。大萧不会亡。大萧的江山，因为有了女子的算盘，国库丰盈；因为有了女子的图纸，黄河安牢。睁开你们的眼睛看看，这天下从今往后是男女同顶的天下。3年后，京城最大的女学堂外，桃花开得正盛。我穿着一品尚书的官袍，站在高高的阁楼上。街巷里有女子拿着账本与西域商人据理凌人，有女子穿着粗布麻衣在工部指挥匠人修建水抄，还有女医挎着药箱走街串巷。任尚书在看什么？这般出事，连我过来都未曾察觉。任尚书在看什么？这般出事，连我过来都未曾察觉。朝堂公务都处理完成了吗？再看我们一同种下的与心生。萧姨，你看，新风渐起，山河安稳，一切都在慢慢变好。只要阿云想看，朕便陪你守着这烟火人间。岁岁远处飞鸽掠过长空，那是阿姐自边关寄来的平安家书，字里行间皆是边关安稳。我静静靠在怀中，迎着晚风心。我终于明白，踏足此方天地，从来不是困于内宅纷争，不是为了争夺男人那可怜的宠爱。我们来这里，是为了砸碎枷锁，是为了做自己的光。我是沈韵，大萧朝第1位女尚书，我的故事才刚刚开始。